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央视王牌大剧震撼来袭，诚意主演。网友：终于有像样谍战剧了。随着2024年即将到来，时间所剩不足2个月。而今年国产剧市场中最令人失望的类型，毫无疑问是谍战剧。起初，我们希望《追风者》的热播能够为谍战剧带来一个小高潮，但随之而来的是谍战剧逐渐冷却。从《群星闪耀时》、哈尔滨1944到《孤舟暗夜与黎明》，这些谍战剧纷纷遭遇失败，与观众的期待相差甚远。仍在更新的宿敌同样没有引起太大反响。难道今年的谍战剧就要因此迎来衰退了吗？当然不是，还有几部谍战剧值得关注，比如由于何伟和吴越主演的《深海1950》，以及郭京飞主演的《黄雀》。不过这几部剧一直未能确定档期，而是一部谍战剧已率先公布了播出时间，先前定于11月13日开始在 CCTV8 播放，并将在淘场同步上线。这部剧的情节跌宕起伏，气氛扑朔迷离。观看预告后，我只想说，观众们期待已久的间谍战争剧终于上线了。剧情跌宕起伏，惊险刺激。先前讲述了云鸿深由程毅饰演在调查父亲去世真相时，意外被卷入战略特工黑执事的阴谋中。他与爱国青年文业明有眼饰演合作布下圈套，最终揭露了隐藏的敌特分子，为长沙会战的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。在这部剧中，有2个主要亮点十分引人注目，其一是家国情仇，热血难以消退。通常，在谍战剧中，主角要么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，要么是拥有特殊背景的隐秘角色。然而，这部剧的主角却有所不同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。在剧中，云鸿深的父亲云木之是地下党的一员，在调查敌特黑执事时遭到杀害。云鸿深对父亲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，来到长沙之后开始寻求父亲的真实死因，却不幸陷入了敌人的阴谋之中。一方面是国家危亡时刻年轻人的责任，另一方面是父亲被敌人杀害的仇恨。在得到父亲好友的援助后，云鸿深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，决定放下家仇，成为改变局势的重要一环。云鸿深象征着爱国青年的激情，体现了他们不屈服的精神，以及将大局置于重要位置的态度和力量。从家仇的角度出发，通过云鸿深的视角来体会他们的经历，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。其次是敌我对抗，冲突十分激烈。敌我之间的较量是谍战剧的核心内容，也是剧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。从预告片来看，这部剧中的智力对抗尤为激烈。为了攻占长沙，日本军队开始动用潜伏了15年的战略特工。在他们早已设下的陷阱中，初到长沙的云鸿感到迷茫而无助，最终在前辈的协助下才识破了这一骗局。敌人暗中活动，我方情况却不明，局势一时间显得复杂而不明朗。云鸿深决定顺势而为，将自己当作牺牲品，稳扎稳打地与敌人周旋，最终揭露了隐藏的黑执事。剧中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智力与勇气较量，交替进行，充满了紧迫感。伏笔和反转设置让剧情波澜起伏，充满张力。谍战剧应该遵循这样的标准进行拍摄，诚意领衔，阵容强大。谍战剧是对演员演技要求极高的类型之一，角色的塑造对这类剧集尤为重要。因此，这部剧在选角方面也非常用心。首位，程毅。在目前的流量小生中，程毅的实力确实值得称赞。他在《莲花楼》和《琉璃》中的表现都获得了许多观众的认可。尽管程毅之前大多参与古装和武侠题材的作品，但他在其他类型的作品中同样表现出色。
在底线中，他饰演的周易安也相当出彩。在新剧中，程毅饰演的云鸿深身着西装，显得儒雅俊秀，但他的眼神却与温文尔雅的气质截然不同，透露出一种无法掩藏的锐利之感。在预告片中，当云鸿深揭露对方的真实身份时，他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他才是。”其内心的愤怒与悲伤显露无遗。选择程毅来饰演这个角色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第二位是王劲松。王劲松被广泛认可为一位实力派演员，他在国产剧中常常担任重要配角，许多经典剧作都能看到他的表现，如《琅琊榜》《破冰行动》和《风吹半夏》。无论是正面角色还是反派，王劲松的演绎都极为深刻。在这部新剧中，王劲松所饰演的角色身份尚不明确，但他出任此角，必定意味着角色不凡。在预告片中，他从房间走出来，直视镜头，目光犹如要刺穿屏幕，令人感到强烈的压迫感。这种复杂的角色应该由像王劲松这样的老戏骨来饰演，才能更符合角色的气质。第三位是张天阳。在《山花烂漫时》中，张天阳所扮演的陈四海为剧集增添了浓厚的色彩。在此之前，他在《一念关山》中饰演的吴国皇帝杨航远，以及在《追风者》中演出的林乔松，也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张天阳的演技非常扎实，对角色的塑造游刃有余。在新剧中，他饰演的角色是云鸿奇，想必是云鸿深的兄弟。在预告片中，云鸿奇凝视着手中的枪，眼中泪水夺眶而出，表情中流露出惊恐，似乎经历或回想起了某个可怕的场景。张天阳的表演令人信服。第四名是颖儿。近几年，颖儿在国产剧中的出现多为客串或配角，如《不完美受害人》和《冰雪尖刀连》，她的演技也始终保持稳定。在新剧中，颖儿饰演的角色是文叶明，身穿军装展现出英气，举止干练，手握枪支对准云鸿深，眼神中透出一份警觉。期待颖在这部剧中的表现能够给观众带来意外的惊喜。此外，剧中还有韩成宇、侯梦瑶等演员，坚信他们的演技能够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谍战盛宴。在今年众多失利的谍战剧中，不少都有流量演员和演技派，尽管他们的演技和热度至少有所保障，但收视率和口碑仍然无法与真正优秀的剧作相提并论。归根结底，问题在于剧情不够出色，角色设定、剧情逻辑以及情节安排不仅无法与经典作品相媲美，甚至出现了一些不及格的情况。有些谍战剧试图探索新的方向，但最终呈现的效果却显得有些别扭。然而深前的问世令人耳目一新，相信凭借其卓越的质量，它将成为继《追风者》之后，今年国产剧市场另一个谍战热播剧。